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少寡连丧六夫，老汉贪财去入赘，半夜出宫撞见妻子密室。听说了吗？那柳家庄的刘寡妇又克死一个丈夫了，可不是吗？这都第6个了吧？那刘寡妇长得是如花似玉，可谁成想是个扫把星呢？嘿，你说这刘寡妇也真够倒霉的，嫁一个死一个，嫁一个死一个。我看呢，这辈子是没人敢再娶她了。谁说不是啊？不过听说这次死的那个还是个外乡来的老汉呢，贪图柳家的财产，这不把自己的小命也给搭进去了吗？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几个村民正围坐在一起，议论纷纷。他们口中的刘寡妇是柳家庄出了名的美人儿，可偏偏命运多舛，连着克死了6任丈夫。这不，最近又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汉，为了贪图柳家的财产，入了赘，结果也没落个好下场。这事儿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那天柳家庄的村口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，手里拄着一根破木棍，背上背着一个破布包，看起来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。老汉姓王，人称王老汉，是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。他听说柳家庄有个富婆寡妇，家里财产多得数不清，就动了心思，想着要是能娶了她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王老汉来到柳家门口，敲了敲门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着锦衣、头戴金钗的漂亮女人开了门，正是刘寡妇。哟，这是哪位呀？刘寡妇见是个老汉，脸上露出一丝惊讶。可，我是过路的，听说您这儿招赘婿，您看我这条件行不？王老汉厚着脸皮说道。刘寡妇一听，心里暗笑，这老汉怕是穷疯了，也不瞧瞧自己啥岁数，还想当他柳家的上门女婿。但转念一想，这老汉说不定还真能给他带来点乐子，便点了点头。行，那你先留下吧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刘寡妇说完，转身回了屋。王老汉一听有戏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赶紧跟了进去。就这样，王老汉成了柳家的上门女婿。他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，也不用干啥活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。可没过多久，王老汉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他发现刘寡妇每天晚上都神神秘秘地出门，也不知道干啥去了。王老汉心里好奇，决定偷偷跟去看看。这天晚上，王老汉见刘寡妇又出了门，便悄悄地跟在后面。只见刘寡妇一路走走停停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最后来到了一片荒废的破庙前。王老汉躲在暗处，只见刘寡妇走进破庙，不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黑影。那黑影身材高大，穿着一身黑袍，脸上还戴着个狰狞的面具。王老汉吓得心里直打鼓，心想这刘寡妇不会是在跟鬼混吧？就在这时，那黑影突然转过身来，朝着王老汉藏身的地方看了过来。王老汉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转身逃跑。他一路狂奔，直到跑回了柳家，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这一夜，王老汉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刘寡妇和那黑影的事儿。第2天晚上，王老汉决定再去探探虚实。他悄悄地来到破庙附近，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等着刘寡妇和那黑影出现。等了好久，终于见刘寡妇又来了。他走进破庙，不一会儿，那黑影也走了出来。王老汉屏住呼吸，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大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克死了6个丈夫，您看这财产。刘寡妇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哼，做得不错，不过你的任务还没完成，还得继续克夫。那黑影冷冷地说道。可是我已经没有丈夫了。刘寡妇有些为难。没有？那就再找一个呗。
我看那王老汉就不错，你就把他也克死吧。黑影说完，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。王老汉一听，吓得差点尿裤子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刘寡妇克死丈夫的事儿，都是这黑影在搞鬼。他想跑，可腿却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也迈不开步。就在这时，那黑影突然发现了王老汉，他朝着王老汉扑了过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他。王老汉吓得拼命挣扎，可那黑影却像座山一样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那黑影惨叫一声，化作一缕黑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王老汉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道袍、手持宝剑的老道士站在他面前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王老汉赶紧磕头道谢。起来吧，那黑影是个妖物，专门害人性命。我追了他好久，才找到这里。老道士说完，转身看向破庙。这破庙里肯定有问题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老道士说完，迈步走进了破庙。王老汉也赶紧跟了进去。只见破庙里摆着一个祭坛，祭坛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坛子，坛子里装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，还散发着阵阵恶臭。这坛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王老汉好奇地问道。哼，这是那妖物用来害人的毒物。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不然你小子也得没命。老道士说完，挥剑劈向那坛子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坛子被劈成了两半，里面的毒物也流了一地。就在这时，刘寡妇突然冲了出来，她跪在老道士面前，哭着说道：道长，求您救救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原来刘寡妇原本是个善良的女子，可自从被那妖物缠上后，就不得不按照她的吩咐克死丈夫。她也想反抗，可那妖物法力高强，她根本不是对手。老道士听完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放心吧，我会帮你除掉那妖物的。说完，老道士带着王老汉和刘寡妇来到了村头的大槐树下。他拔出宝剑，在空中画了一个符咒，然后猛地一挥，只见一道金光朝着远处飞去。不一会儿，就听远处传来一声惨叫，那妖物被老道士给除掉了。刘寡妇终于摆脱了妖物的纠缠，她感激涕零，跪在老道士面前，不停地磕头道谢。王老汉也吓得够呛，他心想，这柳家庄是真不能待了，得赶紧走人。于是他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柳家庄。从此以后，柳家庄再也没有发生过克夫的事儿，刘寡妇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至于那王老汉，他离开柳家庄后也不知道去了哪儿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打那以后啊，王老汉算是彻底消失在人堆里，大伙儿都当他是躲灾去了，也没再追究。可柳家庄的日子并没因此平静下来，反而怪事连连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刘寡妇虽说摆脱了妖物的纠缠，可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有啥事儿要发生。她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一直到天亮。这天晚上，刘寡妇正坐在院子里，突然听到一阵沙沙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院子里爬。她心里一惊，赶紧站起来往院子里头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没把她魂儿给吓飞了。只见院子里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毒蛇，一个个昂着头，吐着信子，朝着她爬过来。刘寡妇吓得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跑进屋里，把门死死地关上。她躲在门后，浑身直哆嗦，心想着肯定是那妖物的同伙来报复了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嘿嘿的笑声，那笑声阴森森的，听得她头皮发麻。刘寡妇，你躲得了吗？你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笑声说道。刘寡妇一听，吓得差点瘫在地上。她心里明白，这事儿肯定是没完没了了，得找个法子解决才行。她想来想去，
决定去找那个救过他的老道士。他穿上衣服，悄悄地打开门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一路上，他提心吊胆的，生怕被那些毒蛇追上。好在那些毒蛇好像也没打算追他，只是在他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。刘寡妇一口气跑到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只见老道士正坐在那儿闭目养神呢。他赶紧跑过去，跪在老道士面前，哭着说道：“道长，求您救救我，那些毒蛇要杀我。”老道士睁开眼睛，看了看他，说道：“起来吧，我知道了。那些毒蛇是那妖物的手下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”那咋办呢？刘寡妇吓得直哆嗦。别担心，我有法子。老道士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符咒，递给刘寡妇：“你把这个符咒贴在门上，那些毒蛇就进不来了。”老道士说道。刘寡妇接过符咒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她回到家，赶紧把符咒贴在门上，然后躲在屋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果然，那些毒蛇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刘寡妇这才松了口气，心想这老道士还真有两下子。可这事儿还没完呢。第二天晚上，刘寡妇又听到院子里传来沙沙声，她心里一紧，赶紧去看，只见院子里又爬满了毒蛇。刘寡妇吓得魂飞魄散，心想这符咒咋不管用啊？她赶紧跑到村头去找老道士。老道士一看她这模样，就知道事儿没办好。他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看来那妖物手下不少，这符咒只能挡一阵子。要想彻底解决，还得找到那妖物的老巢。”“老巢在哪儿啊？”刘寡妇着急地问道。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找找。”老道士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罗盘，只见那罗盘滴溜溜地转了起来，指针指向一个方向：“走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”老道士说完，带着刘寡妇朝着罗盘指的方向走去。他们一路走，一路打听，终于来到了一座荒废的山洞前。那山洞黑漆漆的，看起来阴森森的，这儿就是那妖物的老巢了。老道士说完，拔出宝剑就要往里冲。刘寡妇吓得拉住他，说道：“道长，里面太黑了，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。”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老道士说完，迈步走进了山洞。刘寡妇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。山洞里漆黑一片，啥也看不见。她紧紧地跟在老道士身后，生怕跟丢了。他们走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里。只见大厅里摆着一个祭坛，祭坛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坛子，跟破庙里那个一模一样。看来这就是那妖物的老巢了。老道士说完，挥剑劈向那坛子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那坛子竟然飞了起来，朝着他们砸了过来。老道士赶紧挥剑抵挡，可那坛子却像是被啥东西操控着一样，灵活地躲避着他的攻击。刘寡妇吓得尖叫一声，躲在老道士身后。他心想，这回是彻底完了，连老道士都挡不住那坛子，他还有啥活路啊？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那坛子被金光击中，发出一声惨叫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摔成了两半。刘寡妇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从坛子里窜了出来，正是那个妖物。他浑身是血，看起来受了重伤。“你们竟敢毁了我的坛子，我要你们偿命！”妖物怒吼着，朝着他们扑了过来。老道士赶紧挥剑抵挡，跟那妖物打了起来。刘寡妇吓得躲在一边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他看这老道士跟那妖物打得难解难分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也不知道谁能赢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又是一道金光闪过，那妖物惨叫一声，被金光击中了要害，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刘寡妇一看，惊喜地叫道：“道长，您赢了！”老道士收剑入鞘，擦了擦汗，说道：“总算是解决了。”
这妖物法力高强，要不是有这道金光符，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金光符是啥玩意儿啊？刘寡妇好奇地问道。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宝贝，能发出金光，驱邪避妖。这次多亏有它，不然咱俩都得没命。老道士说道。刘寡妇一听，感激涕零，跪在老道士面前，不停地磕头道谢。老道士扶起他，说道：“起来吧，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，你以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。”刘寡妇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多谢道长，这道长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永世难忘。”老道士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赶紧回家吧，以后有啥事儿再来找我。”刘寡妇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她回到家，把门锁好，躺在床上，心想这下总算是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可这事儿还没完呢。第二天，刘寡妇一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她发现家里好像有啥东西被翻动过，而且她的首饰匣子也是开着的，里面的首饰都不见了。刘寡妇吓得脸色大变，心想这肯定是那妖物的同伙来报复了，把她的首饰都给偷走了。她赶紧跑到村头去找老道士。老道士一听这事儿，也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看来这事儿还没完，那些妖物的同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咋办呢？”刘寡妇急得都快哭了。别着急，我有法子。老道士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符咒，递给刘寡妇：“你把这个符咒贴在门上，那些妖物的同伙就进不来了。”老道士说道。刘寡妇接过符咒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她回到家，赶紧把符咒贴在门上，然后坐在屋里等着看效果。可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，她也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心想这符咒还真管用啊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她心里一惊，赶紧去看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人，脸上戴着个狰狞的面具。你是谁呀？刘寡妇吓得声音都变了。嘿嘿，我是那妖物的哥哥，今天来找你报仇了。那黑袍人说道。刘寡妇一听，吓得差点瘫在地上。她心想这回落到这家伙手里，肯定是没活路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老道士从院子里走了进来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个妖孽。老道士说完，拔出宝剑，朝着那黑袍人就刺了过去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美妇买肉付冥币，屠户一怒将其教训，妇人大喜，多谢你。哎，我说老刘啊，你这回可是真倒霉，碰到这种事儿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大白天的，跟做梦似的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屠户老刘和邻居老张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聊着天，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尤其是老刘，眉头紧锁，似乎还心有余悸。这事儿啊，得从昨天说起。老刘是个实诚人，祖祖辈辈都是干屠户这一行的。他手艺好，价格公道，在十里八村那是出了名的好口碑。每天天不亮，老刘就起来杀猪宰羊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昨天上午，老刘的肉摊前来了一个美妇，穿得花枝招展，脸上还挂着笑，那模样真是勾人的很。老刘一看这阵势，心里还嘀咕呢，这大早上的，哪来的这么一位？美妇走到肉摊前，也不客气，指着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就说：“老板，给我来这块。”老刘一看，这肉确实好，肥瘦相间，纹理清晰，便说：“好嘞，这块肉不错，我给你称称。”称完肉，老刘报了价，美妇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钱来，递给老刘。老刘接过钱，也没细看，就往钱匣子里一扔，然后把肉递给了美妇。美妇接过肉，笑得更开心了，说：“老板，你人真好。
下次我还来你这儿买。”说完，美妇便扭着腰肢走了。老刘也没多想，继续忙活自己的生意。可到了下午，老刘准备收摊的时候，一数钱匣子里的钱，却吓了一跳。那沓钱里竟然全是冥币。老刘心里那个气呀，这大白天的，自己竟然被人给耍了。他拿起那沓冥币，就要去找那美妇算账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也不知道那美妇是哪儿的人呢，这上哪儿找去？于是老刘只能自认倒霉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轻易相信这些陌生人了。这事儿本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今天早上那美妇竟然又来了。老刘一看见她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说：“嘿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昨天拿冥币骗我，今天还敢来？”美妇一听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得更加灿烂了，说：“老板，你别生气嘛，我昨天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看我今天不是来给你道歉了吗？”说着，美妇从袖子里又掏出一沓钱来，递给老刘。老刘一看，这次可是真钱，心里才稍微舒服了点。可美妇接下来的话却让老刘又愣住了。美妇说：“老板，我今天还想买肉，不过我这次不要里脊肉了，我要你那块最好的猪头肉。”老刘一听，心里那个美呀，这猪头肉可是他的看家宝贝，平时都不舍得拿出来卖的。可今天这美妇既然开口了，老刘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便说：“好嘞，我这就给你割下来。”说完，老刘拿起刀，麻利地割下了那块猪头肉，递给了美妇。美妇接过猪头肉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老板，你手艺真好，这猪头肉看着就香。”说完，美妇便又要走。老刘这次可学聪明了，说：“哎，你等等，你还没给钱呢。”美妇一听，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记性。”说着，美妇又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钱来，递给老刘。老刘接过钱，数了数，没错，这才让美妇走了。可等美妇一走，老刘再一数钱匣子里的钱，又吓了一跳。那沓钱里竟然又全是冥币。老刘这回是真生气了，他拿起刀就要去找那美妇算账。可等他追到村口的时候，那美妇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老刘气得直跺脚，说：“这妖精，看我不把你找出来！”于是老刘便在村里四处打听那美妇的消息，可问遍了所有人，都说没见过这么一位美妇。老刘心里那个急呀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就在这时，老刘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老张。老张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，见识广，说不定见过那美妇。于是老刘便跑到老张家里，把事儿跟老张说了一遍。老张一听也愣住了，说：“这事儿可真邪门。不过我倒是在南边的一个小镇上见过这么一位美妇。”老刘一听，眼睛一亮，说：“真的吗？那她在哪儿？”老张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她具体在哪儿，不过我听说她住在镇东边的一座破庙里。那座破庙荒废多年了，平时也没人去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行，我这就去找她。”说完，老刘便拿起刀，直奔南边的小镇而去。到了那座破庙前，老刘一看，这庙确实破得不成样子了，门都歪了，墙也塌了。老刘也没多想，推开门就走了进去。庙里阴森森的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老刘用手电筒照着，在庙里转了一圈，也没看见那美妇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笑声，从庙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传来。老刘循声而去，只见那角落里坐着一个美妇，正是昨天骗他的那个人。老刘一看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说：“你这妖精，看我不砍死你！”说着，老刘便举起刀向那美妇砍去。可那美妇却一点也不害怕，
反而笑得更加灿烂了。他轻轻一挥手，老刘的刀竟然就飞了出去。老刘一看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那美妇站起身来，走到老刘面前，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可不是人，我是这庙里的女鬼。”老刘一听，吓得差点尿裤子，说：“鬼，你别过来。”那女鬼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，我只是看你人好，想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开玩笑？你开这种玩笑？你知不知道我差点被你吓死？”女鬼一听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这么不禁斗呢？行了行了，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？”说着，女鬼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钱来，递给老刘。老刘一看，这次可是真钱，而且还是大票，他心里那个美呀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女鬼却又说话了：“不过呀，这钱可不是白给你的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”老刘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说：“什么忙？”女鬼说：“你看我这庙破成这样了，也没人管，我就想让你帮我修修，好让我有个安身之所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这可使不得呀，我哪有那闲钱给你修庙啊？”女鬼一听，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修的，等你修好了庙，我给你个宝贝。”老刘一听，心里又动了心思，说：“什么宝贝？”女鬼说：“你修好了就知道了，不过呀，你得记住，这庙得按我的样子修，得修得漂漂亮亮的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行，我按你的样子修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”说完，老刘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回到村里，老刘便开始四处张罗修庙的事儿。他找来了工匠，买来了材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村里人一看老刘这架势，都纳闷了，这老刘怎么突然想起来修庙了？可老刘却不说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。就这样，过了几个月，庙终于修好了。老刘一看，这庙真是修得漂漂亮亮的，跟那女鬼的样子一模一样。他心里那个美呀，就等着女鬼给他宝贝了。可等了好几天，那女鬼也没来。老刘心里那个急呀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不如我去找找他吧。于是老刘便又来到了那座破庙前。可等他推开门一看，却愣住了。庙里空荡荡的，哪有什么女鬼呀？老刘心里那个气呀，说：“这妖精敢骗我！”说着，老刘便要砸了那庙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：“慢着！”老刘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：“谁？”只见从庙后面走出来一个老太太，说：“是我是这庙里的香火婆婆。”老刘一看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原来是香火婆婆呀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香火婆婆说：“我一直都在这儿啊，倒是你，怎么突然想起来修这座庙了？”老刘一听，便把事儿跟香火婆婆说了一遍。香火婆婆一听，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女鬼啊，是想让你帮她超度呢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超度？怎么超度？”香火婆婆说：“你得请个道士来做法事，把她送走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行，我这就去请。”说完，老刘便又跑了出去。他四处打听，终于请到了一个有道行的道士。道士一听这事儿，说：“这简单。”道士跟着老刘来到了那座新修的庙前，一看这庙，道士就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这庙修的可不简单啊，里面肯定有些说道。”老刘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说：“道士，您可一定要帮我呀。”道士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会帮你解决这事儿。”说完，道士便拿出香烛纸马，
开始做法事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手里比划着各种手势，不一会儿，庙里就烟雾缭绕，香气四溢。老刘站在一旁，看得目瞪口呆，心里暗暗佩服这道士的手段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，庙里的烛火都熄灭了。老刘一看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：“道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道士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这是那女鬼来了。”说着，道士便拿出一把宝剑，剑尖指着庙门，说：“女鬼，你既然来了，就现身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庙门后面缓缓走出一个身影，正是那女鬼。老刘一看，吓得差点尿裤子，说：“就是她，就是她。”女鬼走到道士面前，说：“你这道士，为何要阻我？”道士说：“你既然已经死了，就应该去阴间，为何要在这里害人？”女鬼一听，说：“哼，我在这庙里住了几百年了，从未害过人，倒是你们这些人，总想来打扰我。”道士一听，说：“那你为何要骗那屠户的钱？”女鬼说：“我只是看他人好，想跟他开个玩笑罢了，谁知他竟如此不经斗。”道士一听，说：“那你为何要让他修这座庙？”女鬼说：“这座庙本就是我以前的家，只因战乱被毁，我才流落至此。我让他修庙，只是想有个安身之所罢了。”道士一听，说：“那你为何不直接跟他说清楚？”女鬼说：“我跟他说，他会信吗？只会把我当成疯子罢了。”道士一听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女鬼说：“道士，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，不如你就放我走吧，我保证不再打扰你。”道士一听，说：“这可不行，你既然已经成了鬼，就应该遵守鬼界的规矩，不能再留在人间。”女鬼一听，说：“那你想怎样？”道士说：“我只能超度你，送你去阴间。”女鬼一听，说：“哼，想超度我，没那么容易。”说着，女鬼便化作一道黑烟，向道士扑去。道士一看，连忙挥剑抵挡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斗得难解难分。老刘站在一旁，看得心惊胆战，心想：这道士到底行不行啊？可别被这女鬼给杀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道士突然大喝一声：“这！”说着，他便把宝剑向女鬼掷去。女鬼一看，躲闪不及，被宝剑刺中，化作一道青烟，消失了。道士收回宝剑，说：“好了，他已经走了。”老刘一听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道士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”道士说：“这没什么，只是些雕虫小技罢了。不过，你以后可得小心了，别再被这些鬼怪给骗了。”老刘一听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是，我以后一定小心。”说完，老刘便拿出钱来，递给道士，说：“道士，这是您的酬劳。”道士接过钱，说：“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”说完，道士便转身离去。老刘看着道士的背影，心里暗暗佩服。这事儿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过了几天，那女鬼竟然又找上门来了。这天晚上，老刘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打开门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女子，正是那女鬼。老刘一看，吓得差点晕过去，说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女鬼说：“我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”老刘一听，愣住了，说：“谢我？你谢我什么？”女鬼说：“谢谢你让我有了个安身之所，也谢谢你请道士超度我，我现在可以安心去阴间了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这都是道士的功劳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女鬼说：“不，
这跟你有关系。要不是你修了这座庙，我也不会有这么个安身之所，更不会遇到道士，得以超度。”老刘一听，心里那个美呀，说：“那你以后还会来找我吗？”女鬼说：“不会了，我已经超度了，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那你一路走好。”女鬼说：“我会的，你也保重。”说完，女鬼便转身离去了。老刘站在门口，看着女鬼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事儿本以为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没想到又过了几天，村里竟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这天早上，老刘像往常一样起来杀猪宰羊，可等他走到猪圈一看，却愣住了。只见猪圈里空空如也，一头猪都没有了。老刘一看，吓得差点晕过去，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连忙跑到村里，跟村民们说了这事儿。村民们一听，也都愣住了，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好端端的猪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？”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村民说：“会不会是那女鬼干的？”老刘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说：“不会吧？她不是已经超度了吗？”那村民说：“超度了又怎么样？说不定她心里还不服气呢，故意来报复你。”老刘一听，说：“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，最后决定一起去那座新修的庙里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。于是村民们便拿着锄头棍棒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那座庙前。老刘一看，这庙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呀。村民们围着庙转了一圈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村民说：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”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庙门后面露出了一截猪尾巴。老刘一看，吓得连忙后退，说：“这不会是……”村民们也没多想，便推开庙门，冲了进去。只见庙里堆满了猪，一头挨着一头，把庙里都挤满了。老刘一看，吓得差点坐在地上，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笑声从庙顶上传来。老刘抬头一看，只见庙顶上坐着一个女子，正是那女鬼。女鬼看着村民们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说：“你们这群笨蛋，还想来抓我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。”村民们一看，气得直咬牙，说：“你这妖精，看我们不打死你！”说着，村民们便拿起锄头棍棒向女鬼打去。可女鬼却像个幽灵似的，左躲右闪，根本打不着。老刘一看，说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大喝声：“住手！”大家一看，只见道士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庙门口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宝剑，剑尖指着女鬼，说：“你这女鬼，竟然敢出来害人，看我不收了你！”女鬼一看，说：“哼，你这道士，上次让你侥幸得胜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。”说着，女鬼便化作一道黑烟，向道士扑去。道士一看，连忙挥剑抵挡，两人又斗在了一起。村民们站在一旁，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这道士到底行不行啊？可别又被这女鬼给杀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道士突然大喝一声：“这！”说着，他便把宝剑向女鬼支去。女鬼一看，躲闪不及，被宝剑刺中，化作一道青烟，消失了。道士收回宝剑，说：“好了，他已经走了，这次是真的走了。”村民们一听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道士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”道士说：“这没什么，只是些雕虫小技罢了。不过，你们以后可得小心了，别再被这些鬼怪给骗了。”老刘一听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是，我们以后一定小心。”
说完，村民们便纷纷散去。老刘看着道士的背影，心里暗暗佩服。这事儿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儿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少奶奶给马夫一个猪蹄，说3更来我房里，他犹豫后答应。哎，老张啊，你听说了吗？那李府的少奶奶昨个夜里把马夫老赵叫进了房里，还给了他一个猪蹄儿。茶馆里，老王神秘兮兮地对老张说道。老张一听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啥？少奶奶叫马夫进房，还给猪蹄儿？这事儿可真够新鲜，快说说咋回事儿？老王压低了声音，凑到老张耳边，听说呀，那少奶奶最近总是神神叨叨的，白天躲在房里不出来，一到晚上就瞎折腾。昨个夜里，老赵去给马喂草料，少奶奶突然开门，给了他一个猪蹄儿，说3更天去他房里，有要紧事儿商量。老赵一开始还犹豫呢，心想这少奶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可一想到那猪蹄儿，嘿，还是答应了。你想啊，这年头猪蹄儿可是好东西，寻常人家哪吃得上？老张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那后来呢？3更天老赵真去了。据说呀，老赵到那会儿，少奶奶房里已经点上了蜡烛，窗户纸上映出个人影，晃来晃去的。老赵心里那个忐忑呀，敲门的手都哆嗦了。少奶奶开门一见是老赵，也没说啥，直接让他坐下。老赵一看桌上摆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，还冒着热气，心里更嘀咕了。少奶奶指了指那碗，说：“喝了它对你有好处。”老赵哪敢呢，心想这不会是毒药吧？可少奶奶那眼神儿，又像是真的在帮他。老赵犹豫了半天，最后心一横，想着横竖是个死，喝就喝吧。端起碗来，咕咚咕咚就喝了个底朝天。喝完一抹嘴儿，嘿，还别说，真觉得身上轻快了不少，连日来的疲惫都没了。然后呢？老张急得直拍桌子。老王叹了口气，然后啊，少奶奶就让老赵回去了，说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。老赵一头雾水地回到马厩，躺下就睡着了。今儿一早起来，觉得精神倍儿好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可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？茶馆里众人听的是目瞪口呆，纷纷议论起来。这事儿啊，就像一阵风似的，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。其实啊，这事儿还得从李府的那位少奶奶说起。少奶奶名叫翠兰，原本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儿，嫁给李老爷后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可最近啊，翠兰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总觉得府上有股子邪气。这天夜里，翠兰正坐在房里发呆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喵喵的叫声。她起身开窗一看，只见一只黑猫蹲在墙头上，眼睛绿油油地盯着她。翠兰心里一紧，这黑猫可不是好东西，镇上都传着黑猫招邪的说法。翠兰想赶走黑猫，可那黑猫却一动不动，只是盯着她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翠兰觉得脖子一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搭在了她肩上。她猛地回头一看，啥也没有，可心里那股子寒意却越来越重。第二天，翠兰就病倒了，高烧不退，嘴里还胡言乱语。李老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请遍了镇上的大夫，可都治不好翠兰的病。这天夜里，翠兰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对她说：“你的病啊，是府上的邪气闹的，要想治好，得找个阳气重的人，3更天来你房里，用一碗黑狗血，才能镇住邪气。”翠兰惊醒过来，出了一身的汗，觉得这梦做得太离奇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于是她打定主意，要找个人来试试。找谁呢？翠兰想来想去，觉得马夫老赵最合适。
老赵这人憨厚老实，又阳气重，一定能镇住邪气。于是他让丫鬟悄悄给老赵送了个猪蹄儿，约他3更天来房里。老赵一开始还犹豫呢，心想这少奶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可一想到那猪蹄儿，还是答应了。到了3更天，他壮着胆子来到少奶奶房里，只见少奶奶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身边摆着一碗黑狗血。老赵一看这架势，心里直打鼓，可想到少奶奶的恩情，还是硬着头皮端起碗来，按照少奶奶的吩咐，把黑狗血撒在了房间的4个角落。撒完黑狗血，老赵觉得身上一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体里出去了。他再看少奶奶，只见她脸色渐渐好转，眼里也有了神采。老赵啊，谢谢你。翠兰感激地说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老赵憨憨地笑了笑，少奶奶，您客气了，能帮到您，我也高兴。翠兰又说，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老赵点了点头，放心吧，少奶奶，我嘴严着呢。从那天起，翠兰的病就好了，整个人也精神多了。李老爷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对老赵也多了几分感激。而老赵呢，虽然心里对那晚的事儿还直犯嘀咕，但一想到那碗黑狗血和少奶奶感激的眼神，就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可这事儿啊，毕竟太邪乎了，镇上的人还是议论纷纷。有的人说少奶奶是中邪了，有的人说老赵是走了狗屎运，还有的人说这事儿背后肯定有啥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天镇上来了个道士，自称能驱邪捉鬼。李老爷一听，赶紧把道士请到了府上。道士围着府上转了一圈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李老爷呀，您这府上确实有邪气。道士严肃地说，不过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说完，道士拿出一张符咒，点燃后扔进了府里的一口枯井里。只见枯井里冒出一股黑烟，道士挥剑一斩，黑烟就散了。好了，邪气已除，您府上这下就太平了。道士说道。李老爷千恩万谢，送走了道士。可翠兰心里却直犯嘀咕，心想这事儿哪有那么简单。果然没过几天，府上又出事了。这次啊，是李老爷的小妾突然疯了，见人就打，嘴里还胡言乱语。李老爷急得团团转，又请来了那个道士。道士一看小妾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这邪气太厉害了，光靠符咒是镇不住的。李老爷一听，慌了神，那可咋办呢？道士沉吟了一会儿，要想彻底根除邪气，得找到邪气的源头。我看呐，您这府上怕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李老爷一听这话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他赶紧把道士请到书房里，把自己知道的府上的事儿都说了一遍。道士听完，皱了皱眉，这事儿啊，怕是跟您府上的那块玉佩有关。原来呀，李老爷有一块祖传的玉佩，据说能辟邪。可前阵子玉佩不小心被摔碎了，李老爷怕惹麻烦，就悄悄把碎玉佩埋在了后院。道士一听这话，就明白了，那块玉佩是镇邪之宝，碎了之后邪气就泄露出来了。您得赶紧把碎玉佩挖出来，重新修复好，才能镇住邪气。李老爷一听，赶紧让人去挖碎玉佩。挖出来一看，果然碎了好几块。道士拿出一张符咒，贴在玉佩上，然后念了几句咒语，只见玉佩的碎片慢慢拼合在一起，又恢复了原样。好了，邪气已除，您府上这下就彻底太平了。道士说道。李老爷感激涕零，送走了道士。从此啊，李府就再也没出过啥邪门的事儿了。而翠兰呢，也彻底放下了心，觉得这事儿总算是过去了。可镇上的人还是议论纷纷，觉得这事儿太邪乎了。有的人说呀，那道士肯定是高人，不然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除了邪气？
还有的人说呀，这事儿背后肯定有啥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只是大家伙儿都不知道罢了。而老赵呢，虽然心里对那晚的事儿还直犯嘀咕，但一想到自己竟然能帮上少奶奶的忙，就觉得挺自豪的。他想着呀，等哪天有机会了，得好好跟镇上的哥们吹嘘吹嘘这事儿。可这事儿啊，就像一阵风似的，慢慢的也就过去了。镇上的人又开始忙着自己的生活，而那晚的邪门事儿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时不时的被人提起。这事儿啊，本来大家都以为过去了，可谁成想，没过几个月，李府又出事了。这天夜里，翠兰正坐在房里绣花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她起身开门一看，只见老赵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，脸色苍白得像张纸。少奶奶，不好了，马厩里出事了。老赵喘着粗气说道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啥事儿？快说。老赵咽了口唾沫，我刚才去喂马，发现马厩里多了一匹马，黑漆漆的，眼睛绿油油的，看着可吓人了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直犯嘀咕，马厩里咋会多匹马呢？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他让老赵带他去看看，老赵点点头，领着翠兰来到了马厩。只见马厩里果然多了一匹黑马，毛色油亮，眼睛绿油油的，正盯着他们看呢。翠兰一看这马，心里就直发毛，这马哪来的？咋这么吓人呢？老赵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才来喂马，它就突然出现在这儿了。您看这眼睛，绿油油的，跟那晚的黑猫似的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害怕了。她想起那晚的梦，想起那晚黑狗血，心里直嘀咕，这事儿啊，怕是还没完呢。他让老赵把黑马牵到后院拴好，自己则回到房里，坐在桌前发呆。他想啊想，觉得这事儿肯定跟那块玉佩有关。玉佩虽然修复好了，但邪气怕是还没除干净。翠兰想来想去，觉得得找个高人来看看。于是她让丫鬟悄悄去打听，看看有没有啥驱邪的高人。没过几天，丫鬟还真打听到一个高人。据说这高人住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但驱邪捉鬼的本事可大了。翠兰一听这话，赶紧让人备车，自己亲自去请高人。到了破庙一看，只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正坐在庙门口晒太阳呢。翠兰上前施礼，老神仙，我是李府的少奶奶，特来请您帮忙驱邪。老头睁开眼看了看翠兰，哦，李府，听说过。你府上却有邪气啊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老神仙咋知道我府上有邪气呢？但他也没多想，赶紧把老神仙请到了府上。老神仙围着府上转了一圈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李府的邪气可不轻啊，得好好治治。老神仙说道。翠兰一听这话，赶紧让人准备香烛纸马，准备驱邪。老神仙摆好祭坛，点上香烛，开始念咒驱邪。可念了半天，邪气不但没除，反而越来越重了。只见府上刮起一阵阴风，窗户纸哗哗作响，桌上的烛火也忽明忽暗的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老神仙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老神仙也愣住了，这邪气咋这么厉害呢？我得再看看。说完，老神仙又围着府上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后院那匹黑马前。他盯着黑马看了半天，突然脸色大变，这匹马是邪气的源头。翠兰一听这话，愣住了，这匹马怎么会呢？它不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吗？老神仙摇摇头，不，它不普通，它是被邪气附身的马，得赶紧除掉。说完，老神仙拔出宝剑，就要朝黑马砍去。
可就在这时，黑马突然发出一声嘶鸣，眼睛里射出2道绿油油的光芒，把老神仙都震退了好几步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这可咋办呢？老神仙也吓得脸色苍白，这邪气太厉害了，我治不了。说完，老神仙扔下宝剑，转身就跑了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也吓得赶紧回房，把门锁得死死的。这天夜里，翠兰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她想啊想，觉得这事儿肯定跟那块玉佩有关。玉佩虽然修复好了，但邪气怕是还没除干净，反而被这匹马给吸收了。翠兰想来想去，觉得得把玉佩找出来，再想办法除掉邪气。于是她悄悄起床，来到书房，翻箱倒柜的找玉佩。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暗格里找到了玉佩。翠兰拿着玉佩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玉佩咋除邪气呢？她想来想去，觉得得找个高人问问。于是她又悄悄出门，打算去找那个道士。可刚到门口，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翠兰一惊，心想这时候谁会来敲门呢？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缝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把明晃晃的刀。少奶奶，别出声，是我。黑影低声说道。翠兰一听这声音，吓得差点叫出声来。这声音竟然是老赵的。老赵，你咋来了？还拿着刀？翠兰颤声问道。老赵低声说道：少奶奶，我对不住您，我被那匹马控制了，他让我来杀您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那匹马，他为啥要杀我？老赵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他说只要杀了您，他就能得到解脱。少奶奶，您自己保重吧。说完，老赵转身就要走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也顾不得害怕了，一把拉住老赵。老赵，你不能走，你得帮我除掉那匹马。老赵一听这话，愣住了。我咋帮您啊？我自己都被他控制了。翠兰把玉佩塞到老赵手里，这是祖传的玉佩，能辟邪。你拿着它去后院找那匹马，把玉佩贴在他额头上，就能除掉邪气了。老赵一听这话，半信半疑，这真的行吗？翠兰点点头，试试吧，总比坐以待毙强啊。老赵咬了咬牙，好，我试试。说完，老赵拿着玉佩，转身朝后院跑去。翠兰躲在门后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心里直打鼓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后院传来一声嘶鸣，接着就没了动静。翠兰等了半天，也没见老赵回来，心里更害怕了。她壮着胆子来到后院一看，只见老赵躺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而那匹黑马呢，则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里也没了光芒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赶紧叫人把老赵抬回房，又让人把那匹马埋了。她自己则拿着玉佩，坐在房里发呆。她想啊想，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。玉佩虽然除掉了那匹马的邪气，但府上的邪气还没除干净呢。她得赶紧想办法，不然的话，这事儿还得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翠兰想来想去，觉得得找个更厉害的高人来驱邪。于是她又悄悄出门，打算去外地找高人。可刚走到镇口，就看到一群人抬着个棺材朝李府走来。翠兰一惊，心想这是咋回事啊？她赶紧拦住一个人问，这是咋回事？咋抬着棺材往李府走啊？那人叹了口气，李老爷去世了，说是夜里突然发病，没救过来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如遭雷击，啥？李老爷去世了？这咋可能呢？她赶紧回到府上，只见府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丫鬟婆子们哭天抢地，李老爷的尸体停在灵堂里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
翠兰站在灵堂前，看着李老爷的尸体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咋好端端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呢？他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事儿肯定跟那块玉佩有关。玉佩虽然除掉了那匹马的邪气，但邪气怕是已经侵入李老爷的身体了。他得赶紧想办法，不然的话，这事儿还得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翠兰想来想去，觉得得把玉佩砸了，才能彻底除掉邪气。于是她拿起玉佩，走到院子里，狠狠心，一下子就砸在了地上。只听啪的一声，玉佩碎成了好几块。翠兰看着碎玉佩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真的能除掉邪气吗？可就在这时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把碎玉佩吹得满地都是。翠兰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回房，把门锁得死死的。这天夜里，翠兰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她想啊想，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。玉佩虽然砸了，但邪气怕是还没除干净呢。她得赶紧想办法，不然的话，这事儿还得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可她想啊想，就是想不出办法来。最后啊，她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这事儿啊，怕是没个头了。而李府呢，也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混乱之中。丫鬟婆子们纷纷辞职，李老爷的尸体停在灵堂里，没人敢去收殓。而翠兰呢，则整天躲在房里，不敢出门。这事儿啊，就像一场噩梦，永远也醒不过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